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今集輕鬆少少，同大家分享一啲砌模型嘅周邊小技巧。同時，影片最尾亦都會公開今次抽獎嘅禮物同埋方法嘅。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同埋一啲我自己做改裝模型片段嘅分享。同時，我亦都有做模型代工嘅，有興趣歡迎 PM。對呢類影片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訂閱啦。上次 live 嘅時候就係講過有關洗電腦嘅方法，今次我都特登買咗個盒仔去做呢樣嘢嘅。用嘅漂白水都係平時百佳啊、惠康啊買得到噶啦。咁首先注入一定嘅份量入個盒度啦，將 RG 能天使嘅3把電導劍直接掉落去，然之後再補多少少漂白水。咁多謝網友嘅提醒，我都特登買咗個咁樣嘅盒，連埋個盒蓋，就等佢唔好咁容易揮發。呢一度呢，就會擺一晚嘅啦。The next day， 過咗一晚啦，就開蓋睇下佢而家咩狀態先。擺定張紙巾喺度，索乾啲漂白水啦，始終都唔係咁適合直接去電腦嘅。大家就睇得到呢把基本上所有電導都已經甩晒噶啦。中 size 嘅呢一把都一樣已經甩晒所有電導啦。嗱，呢一度呢有啲薄膜浮起嘅，咁我哋唔搞佢住，睇埋把大 size 先。見到就淨係剩翻好少嘅部分係未甩晒啲電導，咁浸多一陣呢，佢都會自動脫落噶啦。大家見到呢啲膜係乜嘢嚟呢？其實佢就係電導最底嘅嗰層膜。基本上喺膠件上面做電導，一定會有一陣咁樣嘅膜去打底。你可以想象為電導板嘅底灰。咁其實浸得耐呢，佢都係會自然脫落噶啦。所以呢一度我哋就浸多佢一陣。3 hours later， 浸多咗3個鐘之後，咁呢一把大嘅劍刃呢，已經全部電導都甩晒，連底膜都甩埋噶啦。咁所以今次銀色電導嘅洗件測試係成功嘅，甚至可以見翻膠件本身嘅一啲紋路。但係有師兄亦都提過一點，銀色嘅電導係最容易洗嘅，步驟亦都係得浸漂白水就可以噶啦。咁但係其他特別顏色嘅金屬色電導喺電導層上面其實仲有多一陣顏色嘅，所以如果要洗銀色以外嘅電導件呢，你首先要將佢浸落去油性漆嘅開油水嗰度先。點解話銀色以外嘅件呢？因為 Bandai 有一段時間，就算連金色嘅電導其實都係有2層嘅，同埋有電導層嘅保護呢，將佢擺落去天拿水度浸係絕對唔會對膠件嘅本體造成任何嘅傷害。所以真係要洗電導色，就浸咗天拿水，再浸漂白水。咁當然啦，如果你俾我揀嘅，直接唔好買電導版嘅高達就最好啦。話到尾，電導版都係特別貴嘅，要乜嘢金屬色自己噴咪算咯。第二個小分享就講下遮蓋膠紙使用嘅心得啦。咁就算做咗遮蓋之後有滲油嘅情況出現呢，原因就真係有好多嘅。但係有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係因為你遮蓋膠紙已經放得太耐，個邊位因為潮濕或者黐咗啲污糟嘢，令到局部嘅黏性已經冇以前咁好，甚至已經冇乜得剩，咁就好容易導致到你貼咗遮蓋膠紙上去，依然會有油漆可以攝到入去啲冇乜黏性保護住嘅面積入邊。要解決呢個方法其實都好簡單，你首先將遮蓋膠紙黐咗喺個墊上面先，正如你平時要切細份嘅時候都需要做呢個動作噶啦。咁首先我哋沿住膠紙嘅邊緣，好似影片咁樣切走咗一部分出嚟先，咁就可以切走咗膠紙邊位黏力比較薄弱嘅位置。而家剩翻喺墊面上面嘅膠紙都係確保有最強嘅黏力。咁樣做呢，就至少可以排除到一個顏料滲漏嘅原因。如果大家卷遮蓋膠紙都已經用咗都好一段時間，而同時係間唔時發生呢個滲漏嘅情況，都建議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個方法。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有用或者有趣嘅話，就記得喺右下角撳一撳個訂閱掣支持一下啦。
好多時我哋砌模型想做改裝啊、設計黑線啊，或者甚至淨係想改用一隻新嘅顏色去噴油，都需要首先將成隻高達組裝一次，有個完整嘅 big picture， 然之後先至可以做相對應嘅設計嘅，之後再拆翻出去做翻唔同嘅改裝或者係上色噴油咁樣。譬如呢一隻 HG 嘅無限正義，我之前就攞嚟拍片去實測咗一啲第三方嘅配件啦，我都係預計需要再做一次噴油上色嘅。所以而家呢一隻高達係處於第一次組裝嘅狀態，呢個第一次嘅組裝我哋就叫做假組，因為之後一定需要將個模型分解翻出嚟，所以假組嘅時候好多入榫嘅位置我都係唔會拍實嘅。譬如而家見到呢一個頭嘅部分，中間我就冇拍實到啦，所以見到大條啦，咁就方便我將成個部件分拆翻出嚟。除咗唔將部件完美組裝之外，其實仲有一個技巧嘅，就係可以將啲榫位剪走一部分，令到個部件比較容易分開。大家見到呢一個腰位嘅榫，其實已經俾我剪走咗一部分噶啦。當我將呢個部件放入去榫位之後，只需要用一個特定嘅角度，就可以好輕易咁樣將佢推返出嚟。個原理就係正常嘅榫位操作，就好似而家大家見到畫面上面嘅圖示一樣。呢一個係一個橫切面嚟嘅，因為 Bandai 嘅榫位呢其實都做得好完美噶啦，所以榫位組合嘅摩擦力會令到分開部件嘅呢一個動作變得非常之困難。但係當我哋好似畫面咁樣將榫位剪走咗一部分，就可以好似圖示嘅方向一樣，用少少力就可以將兩個部件分翻開噶啦。到你完成晒所有改裝啊、噴油之後，咁喺同一個榫位嗰度補翻少少膠水上去，一樣可以將佢組裝得十分結實。呢個技巧呢，就比較可以常用喺 High Grade 同埋 Master Grade 嘅高達上面。但係 RG 嘅話，因為部件比較濕星啦、零碎啦，咁所以未必可以成日用得到呢個技巧嘅，亦都未必有需要成日用呢個技巧，因為 RG 啲部件係真係比較容易拆翻落嚟。講翻呢個剪榫位嘅動作要留意嘅事項啦，譬如而家畫面上面見到呢一啲比較幼身嘅榫位，即係呢幾個位，我就會唔去剪佢哋噶啦，因為佢本身已經咁幼，再將其中一部分剪走嘅話，佢個結構就會變得好唔結實，就算假組咗上去，可能搖多幾搖都有機會拍斷佢嘅。所以呢啲用幼身榫位做主力嘅組合，我就會比較傾向留翻一個空隙喺中間，唔拍實佢就算噶啦。反而可能係頭先顯示過嘅腰位，大家都見到個榫位係明顯粗壯啲嘅，呢個粗度我就可以比較放心咁樣剪走一部分，都唔會咁容易因為受力而斷開。所以大家要做假組嘅時候，都要留意翻榫位嘅粗幼度，先至好落剪啦。到最後一部分就係抽獎啦。呢一隻彩透嘅 SDCS 元祖高達係上次喺太古城 Pop-Up Store 買翻嚟嘅，本身就諗住用佢嚟做熒光滲線嘅小練習啦。咁但係之後大家都見到我接咗幾單彩透嘅代工，嚟緊未做嘅都仲有幾單，咁所以都冇呢個練手嘅需要啦。我今日就出去順手買埋呢一隻 SD 嘅骨架，咁送嘢就無謂送一半唔送一半啦。等大家過年嘅時候喺屋企都有啲手作仔可以做下。好啦，咁既然呢一個係牛年春節嘅禮物，咁就講翻啲同牛有關嘅嘢做抽獎留言啦。請問牛歡喜炒乜嘢係再夾嘅呢？咁大家喺呢一條片入邊將個答案打喺留言度，我就會抽出一位幸運兒出嚟俾佢。上次個抽獎就真係有人過咗時都照留言嘅，可能3日時間真係太短啦。出呢條片係2月1號，咁我哋就做一個禮拜，2月8號嘅中午12點截止。到時我就會再喺下一條片公布抽獎嘅結果噶啦。補多一句，禮物啊得一份啫，同埋暫時都只能夠安排送俾香港嘅網友，其他地方嘅網友唔好意思啦。祝大家好運。另外報告一下，呢個禮拜日2月7號夜晚9點鐘，我會開多次 live 嘅，一路砌模型一路同大家吹水。如果大家冇嘢做，咪得閒上嚟傾下偈咯。仲有由今個禮拜開始，我嘅影片就會變咗一個禮拜得一條噶啦，會開始做有關高達改裝成品嘅系列，
如果中間我真係攝到時間，我一樣會做一啲基本模型技巧或者係工具開箱嘅分享。咁但係呢個我都真係講唔實時間，所以大家預住係不定期更新先啦。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啦。如果有咩唔明嘅，歡迎留言，我會再詳細解答嘅。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訂閱咗之後，仲要記得撳埋個鐘仔，咁下條新片出嘅時候，你哋就會收到通知㗎喇。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